今天上午，14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在梅地亚中心举行记者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上午10点，王毅亮相梅地亚中心，先向参加发布会的中外记者问好。在致开场白时，王毅表示，当前世界格局正在深刻变革，人类社会遭遇多重挑战。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环境，中国将坚定做这个世界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进步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20大报告中指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中国将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20大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的担当，也是我们的追求和目标。在回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关于过去1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的突出成果和亮点时，王毅表示，过去1年来，习近平主席主持2大主场外交，出席3场多边峰会，开展4次重要出访，举行100余场会见通话，元首外交日益发挥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对外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形成了新征程上中国外交战略的顶层设计。我们将更加自信自立，锻造中国外交的品格，要始终把国家发展振兴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尊严。我们将主持公道正义，亮明中国外交的风骨，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在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利益、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原则问题上，旗帜更鲜明，铁肩担道义，要锚定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在回应相关问题时，王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俄关系是双方基于2国人民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选择，更是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必然要求。作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双方打造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冷战旧时代的大国关系新范式，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基础上，坚持永久睦邻友好，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当今世界，霸权不得人心，分裂没有前途。大国不应对抗，冷战不能重来。中俄关系顺应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对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促进大国良性互动、推动新兴大国合作，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今年中俄关系将迎来建交75周年，我们双方还将共同举办中俄文化年，2国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在回应中美关系问题时，王毅强调，旧金山会晤以来，中美关系改善确实取得一些进展，这符合2国和世界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但不得不指出的是，美方的对华错误认知仍在延续，所做的承诺并没有真正兑现，打压中国的手段不断花样翻新，单边制裁的清单不断延长，欲加之罪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王毅表示，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我们始终愿意与美方加强对话沟通，推进各界人士友好往来，
架起更多相互了解的桥梁，消除不必要的误解和偏见。我们相信，双方完全可以找出一条两个不同大国在这个世界上的正确相处之道。美国如果执意垄断价值链的高端，只让中国停留在低端，公平竞争何在？美国面对的挑战在自身，而不在中国。如果一门心思打压中国，最终必将害了自己。所以我们敦促美方认清历史发展大势，客观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积极务实地开展对华交往，言行一致地把承诺落到实处，同中方一道，推动中美关系走上稳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轨道。针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相关问题，王毅强调，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中方的主张是，应当实现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平等的多极化呢，就是要体现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不能再允许个别或少数大国垄断国际事务，不能再允许以所谓实力地位把国家分成3、6、9等，不能再允许谁的拳头大谁就说了算，更不能允许有的国家必须在餐桌上，有的国家只能在菜单里。要确保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能在多极化的进程中平等参与，享受权利，发挥作用。在回应巴以冲突的未来出路以及中国将为此发挥什么作用时，王毅强调，21世纪的今天，这场人道灾难竟然无法被制止，这是人类的悲剧，更是文明的耻辱。任何理由都不能再为冲突延续辩解，任何借口都不能再为平民被杀戮开脱。国际社会必须紧急行动起来，将立即停火止战作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将确保人道救援作为刻不容缓的道义责任。中国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始终致力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全面、公正、持久解决。我们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呼吁个别安理会成员不要再为此设置障碍。我们倡议召开更大规模、更有权威、更有时效的国际和会，制定落实两国方案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我们主张巴以双方尽快恢复和谈，最终实现巴勒斯坦、以色列两个国家和平共处，阿拉伯和犹太两个民族和谐共存。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恢复和平奔走，为挽救生命努力，为匡扶正义担当。在谈到中欧关系时，王毅表示，去年是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双方各层级交流对话全面重启，中欧班列开行1.7万列，连结欧洲25个国家219个城市，在动荡世界中构筑起一条安全畅通的产供链生命线。几年前，一份欧盟政策文件给中国同时贴上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3种标签，但事实证明，这种3重定位不符合事实，也不可行，反而给中欧关系发展带来不必要的干扰和阻碍。事实上，中欧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也没有地缘战略矛盾，双方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中欧关系的正确定位应当是伙伴，主流基调应当是合作，关键价值应当是自主，发展前景应当是共赢。我们希望中欧关系能一路绿灯，畅通无阻。在回应台湾问题时，王毅强调，台
台湾地区选举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选举，丝毫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也改变不了台湾必将回归祖国的历史大势。如果现在还有人纵容支持台独，那就是挑战中国的主权。如果个别国家执意与台湾地区保持官方关系，那就是干涉中国的内政。王毅说，大家迟早会看到一张国际社会遵守一中原则的全家福照片，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们的政策很清晰，就是继续以最大的诚意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我们的底线也很清楚，那就是绝不允许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台湾岛内谁想搞台独，必将遭到历史的清算。国际上谁要纵容支持台独，必将引火烧身，自食苦果。乌克兰危机已经进入第3年，在回应相关问题时，王毅表示，前不久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我们强烈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担心乌克兰危机可能带来多输后果，愿意创造条件探索可靠的解决出路。历史经验证明，冲突如果延宕不止，往往会恶化升级，甚至超出当事方的设想。和谈如果无法开启，误解误判就会积累叠加，进而酿成更大的危机。这方面的教训值得汲取。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个应该，这是中方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根本遵循。中方支持适时召开俄乌双方认可、各方平等参与、对所有和平方案进行公平讨论的国际和会。我们期待欧洲大陆早日恢复和平稳定，我们也为此继续发挥我们的建设性的作用。在回应南海相关问题时，王毅强调，环顾动荡的世界，南海能保持和平稳定，离不开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做出的努力。其中最重要的经验就是2个坚持：存在的争议，坚持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谈判加以妥善管控解决；海上和平，坚持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加以维护。关于海上争端，中方一直保持高度克制，主张本着睦邻友好精神，尊重历史和法理事实，寻求各自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但我们不允许善意被滥用，不接受海洋法被歪曲。对蓄意侵权，我们将依法正当维权；对无理挑衅，我们将及时据理反制。我们也奉劝某些域外国家，不要挑事生非、选边站队，不要成为南海的搅局者，或者是肇事方。